我们来谈一谈台湾的骄傲台积电这件事情好了。台积电领先全球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想要抢到台积电，大家都希望说啊，你台积电赶快来这边设厂，欧洲也想要，日本也要，到处都要。那台湾有台积电这件事情，对于国家安全是一件蛮好的事。好，那可是台湾就靠台积电就是走天下这样子，OK 吗？我的意思说，台湾的经济就靠着台积电，这会不会有一点不太平衡？对啊，很多人都说这样是不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？对，它有它的风险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很多人也说我们要第二个台积电。对，你觉得嘞？你光是这样讲，不是像念咒吗？念咒也不会就出来第二个台积电。怎么样产生一个新的领头羊的企业？是有策略、有方法的。我就举个例子来看哈。好哦。你看，全世界有一些重大发明啊，都是美国国防部的研究补助出来的。Internet， 那个补助机构叫做 DARPA，DARPA，美国的研究有好多补助，有它的国家科学基金会，有国家卫生研究院，有能源部。有国防部，这个国防部特别有名。Internet 是他补助出来的。晶片有一种设计叫做 FinFET， 像鱼鳍一样的。这个晶片让摩尔定律差不多延长寿命10几年。本来它已经快要不行了，但因为它有一些电子的干扰等等，那 FinFET 的设计也是 DARPA 补助出来的。这两个可能大家还不觉得怎样。Moderna 疫苗是 DARPA 补助出来的，所以 Moderna 疫苗是 mRNA 的疫苗。对，所以像这种都是非常基本、非常重要的补助，都是 DARPA 补助出来的。DARPA 的补助是2013年补助了 Moderna $2500万，那个不是什么大钱。在生命科学。对。我记得去年底它是393亿。393亿。所以它算是一个新的护国神山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要花时间，要花时间不止啊。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说我们要第二个台积电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一个长期以来有补助，然后有一个重点的东西，足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会成为第二个台积电的，没有。而且我最关键的就是 DARPA 它要求它补助的计划成功率不能超过30%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准它成功？不准它超过，因为成功率高的投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东西，所以他要补助的，他要补助的是那种成功率不那么高，但是一旦成功就非常了不起的。你想，成功率高的小东西市场就会做嘛，不需要你国家去管。市场根本就不敢去碰 mRNA 这个东西嘛。你想10年前，创投那么多，谁敢去碰那个连一点边一点影都没有的 mRNA 疫苗？那只有国家愿意负责做这个事情。可是如果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，我做国科会主委，对，如果说我们的计划成功率不到30%。你认为我现在还活着吗？不会啊。对呀。你早就在立法院被人家砍吧80刀了吧？所以这要一个社会氛围啊。这个社会氛围能不能够容忍支持一个成功率这么低，但是一旦成功，它就会飞黄腾达的，这才会产生第二个台积电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免笑羞啦，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可能有第二台积电，不要再讲了。是吧？这你说的。但意思应该就是这样。没有，你要也是一样，要说服。你要在国会让他同意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补助。就是高风险高报酬。那台湾的晶片有没有？晶片生意有没有抢走美国的？有没有？因为川普都一直说台湾偷了美国的。
凡是要竞选的人，他们讲的话，你不要全部都信。那可是他讲这种话就很那个啊，就是让大家觉得哟，惊呢。不，他这样有票嘛？哦，所以凡是选举的时候讲的话，我们都用包容的心情去看啊。包容的心。好，所以台湾没有偷走美国的晶片，那他还要台湾付保护费。好啦，你怎么样看？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在即将来到的美国大选当中胜出？我不是预言家，我只能看民调啊。民调看起来，因为民调2个人啊一直在那边纠缠啊。但是摇摆州好像他领先嘛。摇摆州，宾州的这个摇摆州，2个人互有，就一下你一下我，很可怕。对，但是7个摇摆州他好像领先的居多，对，所以对，所以他的几率有可能比较大。那所以他讲的这些话，你作为台湾人，应不应该要担心说，完了，川普当选之后，我们要付保护费了？他不只对台湾这样讲，他原来他也对韩国这样讲，他对 NATO 也这样讲啊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，他不是说也是说你们付的钱不够吗？所以这是他的他的基调。哦，所以其实选举的时候他讲的这些话，我们大家不用太紧张担忧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，如果他。我想是选民想听他才会这样讲。选民觉得确实美国人在外面做警察做那么久，然后你都不付费。所以欧洲的选民当然不高兴，但美国的选民觉得有道理，他就会在政见上在选举的时候这样讲。那另外一个角度，台湾买蛮多重要的武器，从美国买，那。这也算是保护费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们有付钱呢。对，我们是有花相当多的钱去买这些军备嘛。好，从台积电这件事情讲到说，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运算中心啦、大老板啊，他们因为台积电，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要在台湾设什么设厂啊、设办公室啦、运算中心，然后所以就会讨论到说水跟电的问题。那就这个部分，台湾够支应这些大型的运算中心吗？如果运算中心很吃电嘛 ，AI 的晶片也很吃电嘛，所以如果大家一窝蜂要来，当然会电力吃紧了。那可是他们都要来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台湾会需要核电厂吗？这个你所有的议题里头啊，我最不敢讲的就是核电。为什么？我所谓不敢讲，是我真的没，第一个我没有那么精确的知识了。那第二个呢，过去20几年，我也认得很多反核的、拥核的。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改变立场。哦，真的啊？所以反对的没有到支持的，支持的没有到反对的，就两边就是持续的。有一些议题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像这个美国不是也有人主张堕胎合法，有人主张堕胎非法，他们也很少改变立场的。是凡是跟那个宗教有关的，就很少改变立场。那核电这边每个人的想法几乎快要到宗教级，他就比较不会改变立场。所以碰到这么强硬的两边，然后我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，我就不敢说了。那可是你会担心说，就现阶段台湾的这个状况，因为现在我们这最近的这41天是台湾没有核能发电的日子，因为核3厂在岁修，所以看起来美败啊，也蛮不错，电也蛮够的啊。那可是如果大型的运算中心来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感到担忧，说糟糕，我们的电不是很够嘛？因为水力呀、风电啦，或者是太阳能，说这些它不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基础电力的话，你会担忧说，台湾可能负担不了。童子贤先生的意见差不多也是从这个角度嘛，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光电，它都不是机载发电，所以它就不是持续的。那因此，
你如果要完全靠这个绿能方面去补足核能的基载发电的话，那个计算是它的计算，会呈现出要侵犯到很多土地啦，侵犯对，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他有他的顾虑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永和的人好像寄望于下一个时代的核融合，对，但是那个到什么时候会出来也不知道。我真的没那个专业知识，就是哪样算什么第几代，我真的，我是经济学家，我知道，可是因为总是会在台湾总是会讨论到这些相关的问题，他们会跟经济扯上一些关系啦。好，那不管如何，就这件事情在台湾仍然需要更多元一点的对话，因为台积电也没有要跟你用核电啊，台积电用的是纯然的再生能源啊，它也没有要跟你核电，核电还不会没有把你视为绿电，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来说会是一个长期需要讨论，而且它有可能会，要进来的这些大型用电的这些企业来说，他们也必须要思考啊！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当然也会有影响吧。是啊，可是你一开始讲的时候是台积电的一些周边厂商，其实台积电周边厂商不见得是这些用电大户、资料中心这些，对，不见得是这样，因为用电最大的是台积电自己，他已经夺冠了。